德国军方录音窃听风云持续发酵，在该国此前明确拒绝援乌金牛座导弹的背景下，一段德军官讨论使用导弹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等敏感信息的录音曝光，引爆国际舆论，也让德国接连多日处于巨大的舆论漩涡之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德军竟然使用1234作为密码，再次引爆舆论。而曝光的录音也将俄乌冲突的焦点从前线转移到了北约内部，显示北约参与军事行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总编辑西蒙尼扬1号在网络上曝光一段录音，时长38分钟，内容是德国联邦国防军4名高级官员讨论了在乌克兰部署金牛座巡航导弹可能性，以及金牛座巡航导弹在技术上能否摧毁克里米亚大桥等敏感信息，内容十分劲爆。Leider aufgrund ihrer Größe wie ein Flugplatz. Das heißt, es kann durchaus sein, dass ich dafür 10 oder 20 Flugkörper brauche. 全长19公里的克里米亚大桥是目前欧洲最长的桥梁，是连接克里米亚半岛与俄罗斯本土的唯一陆路通道，被称为生命线。期间数次遭遇炸弹袭击，又数次被修复。值得注意的是，录音还显示，德军官们还讨论了如何洗脱德国直接参与冲突的嫌疑。其中一名德国军官还称，美英两国军方早已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Beteiligt ist beteiligt. Und ich glaube, über die Hürde werden wir nicht drüber kommen. Oder die andere Option, wir fragen, ob in dieser Phase, bis die Server komplett ausgebildet sind, fragen wir die Briten, ob es in der Phase übernehmen. 录音爆出后，其真实性很快被确认。德国国防部次日证实，根据评估，空军内部的一段对话被截获，但又找补称无法确定这段录音是否被修改过。Niemand glaubt ernsthaft, dass es ein Zufall war. No one seriously believes that it was a coincidence. 此事引发美英的强烈不满，德方的回应也迅速提升等级。该国总理舒尔茨当日再次表示，将展开深入调查。What is being reported is very serious. That'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begin a very thorough, intensive and rapid investigation. 俄方对这段录音反应十分强烈。俄外交部当天就此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姆斯多夫，时间长达1个多小时。他也拒绝回答任何记者提问。但德国外交部有不同的说法，宣称该国大使不是被俄方召见，而是根据此前很久就定好的计划前往俄罗斯外交部。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демарш предпринят нами и вызван посол Федератив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Германии. Сама по себе запись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в недрах Бундесвера.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必须弄清德军是否主动这样做。他还质疑德军的可控性有多大，舒尔茨对局势的控制程度有多高。佩斯科夫认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印证了西方国家集体直接卷入乌克兰周边冲突的事实。深圳卫视注意到，最初发布音频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总编辑西蒙尼扬手里似乎还有更多的录音。他在第一段录音发布2天之后宣称，不排除会公布新录音内容的可能性。外界注意到，此事引发欧洲多个国家强烈不满，纷纷与德国进行切割，甚至强硬批评德国。奥地利前外长卡林克奈斯尔表示，录音中德国军官所谈论的内容违反国际法，令人作呕。What struck me most when listening to this conversation is the way they discuss targeting a civilian bridge. All these officers, at one moment in their career, they should have listened to a course called Law on Warfare, Humanitarian Law. 面对海啸般的舆论压力，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开始四处甩锅。在2号，德国国防部承认录音片段真实性后，3号皮斯托里乌斯又改口称这是俄方的混合虚假信息攻击。Der Vorfall ist deutlich mehr als nur das Abhören und Veröffentlichen eines Gesprächs im Bereich der Luftwaffe. Es ist Teil eines Informationskrieges, den Putin führt, daran gibt es gar keinen Zweifel. 但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却承认，德军官对话被窃听是个人失误。他解释称，一名德军军官在新加坡开会期间未按规定使用内网，而使用了第三方远程会议软件进行视频通话。他否认录音是由德国内奸向俄罗斯间谍泄露。匪夷所思的是，据多家媒体调查发现，德国防部网站宣称泄露录音文档受密码保护，但这个密码竟然是1234。德国媒体认为，可能还有更多德国军官内部谈话录音文件被窃取。实际上，5年前，德国政坛曾发生过一次震惊国际的泄密事件，近1000名政客的私人信息被黑客破获并公布在网上，包括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后经调查发现，泄密的直接原因是德国政要们的密码也十分简单，比如 I love you 12345等。就是欧洲它没有自己的这个搜索引擎和通讯的网络，它的算法、算力平台
数据掌握在美国私人公司手里边90%所以默克尔手机受监听，包括舒尔茨，我相信他的手机也是受到美国监听的。他们为什么抵制华为？这一切的逻辑都是希望呢，美国要控制他的盟友。深圳卫视注意到，截至目前，德国政府在公开的政治层面上，并没有为乌克兰使用金牛座导弹开绿灯。就在上月26号，德国总理舒尔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明确拒绝了向乌提供金牛座导弹。而英法自去年5月起，已向乌交付了两国共同研发的风暴之影导弹。舒尔茨当时表示，英法在这方面所做的事情，德国做不到。英法风暴之影导弹射程为250公里，德国金牛座则更长，超过500公里。德国对外表示，这可能被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导致局势升级。而英国军方则在德国泄密后暗示，德军已经被俄罗斯情报部门渗透很深。对于俄乌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声称北约应出兵，引爆欧洲舆论场。他5号再次坚称，在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时，欧洲国家不应成为胆小鬼。深圳卫视注意到，德国泄密后，美国态度却十分低调。仅有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通过电话记者会表示，他不会对被曝光的内容发表评论，因为这样做正中俄罗斯下怀。在这个德国这个处境好像不太妙因为前不久我也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从慕尼黑感觉得到呢，就是这个德国呢他本来想去举这个欧盟里边对那个捍卫乌克兰、打败俄罗斯这样一个大旗，但是呢自身的能力也不足所以法国呢又在跟他去竞争，就这里边有非常这个微妙的这样一些变化。最近伴随马克龙的出兵援乌言论，俄乌冲突双方都有进一步的表态，您是如何看？其实从战争一开始，双方就已经形成了双输的格局。美欧操纵北约东扩，俄方发动特殊军事行动，其实都有3错：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错误估计了对手，也错误估计了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态度。说到底，就是错误估计了今天世界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交战各方其实都是为这个时代注入了负面的要素，因此自己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局。美欧呢开始是拱火，挑拨离间，可是战火真的越烧越旺的时候呢，他们又不敢真正下场去和俄罗斯直接厮杀。援助乌克兰，他们有分歧，也有困难，但他们又输不起。乌克兰几乎就成了一个鸡肋，食之无味，但弃之可惜呀。俄国呢，虽然在战略上有失误，战役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但由于其特殊的国情支撑，俄国也很难被西方一口吃掉。各方都处于矛盾和困境之中。虽然大家都有停火的意愿，可是自己的目标呢和实际掌握的筹码明显不对称，于是就都希望多捞些筹码，这就造成了双方都还在以好勇斗狠的这个姿态进行着危险的边缘博弈。